接下来，我将为您规划一份从上海出发，搭乘高铁到达黄山，4天3夜的旅行攻略。让我们先来看看这4天3夜的行程规划吧。以上是简印帮我规划的黄山旅游行程。大家好，简印的图文成片又做了很大的升级改版了。除了原本的 AI 图文成片，现在又增加了智能写文案的功能。同时，我们还可以在影片内加入虚拟主播。首先点击图文成片，上面这个自由编辑文案是完全由自己手动来写文案。下面的智能写文案，这里列出许多文案的类别，可以让我们选择。例如选择美食推荐，这里提示可以输入美食的名称。下面的主题可以输入必去的店或者是不同的吃法。现在我选择旅行攻略，在这里输入旅行的地点是黄山。主题我输入从上海搭高铁到黄山4天3夜的景点以及住宿的规划。视频时长我选择3分钟以上，然后点击生成文案。现在开始生成文案。文案完成咯，可以看到这是文案结果1。点击这里会分别更换另外2个文案结果。如果都不满意，还可以再编辑修改，或者是点击重新生成文案。选定文案后，选择旁白的语音，点击这个耳机的标志，可以先试听音色。接下来，我将为您规划一份从上海出发。接下来，我将为您规划一份从上海出发。接着可以点击生成视频，但是在点击生成视频之前，如果要把文案的简体字改成繁体字，我们可以在这里修改。先复制全部的文字，然后打开 Google 的云端硬碟，点击新增 Google 文件，贴上简体字的文案，然后选择工具，再选择翻译文件，在这里选择翻译成中文繁体。现在我要复制翻译出来的繁体字，贴回到剪映的文案结果内，取代原先的简体字，然后点击生成视频。这里又有3种选项提供我们选择。如果选择使用本地素材，影片的部分会是空白的，可以输入自己拍摄的素材。智能匹配表情包是付费的功能，会匹配有趣的表情素材包。如果选择智能匹配素材，就会由 AI 寻找适合的素材来产生影片。现在影片已经完成咯，我们来看看成果。接下来，我将为您规划一份从上海出发，搭乘高铁到达黄山4天3夜的旅行攻略。让我们先来看看这4天3夜。接下来我介绍一下剪映虚拟主播的功能。点击字幕后，在右上角的功能区就会显示数字人功能。目前剪映只有15个虚拟人物可以选择。点击这一个数字人，试看看他的画面及语音。接下来，我将为您规划一份从现在会有2个语音。我先将智能成片时产生的音轨删除，
再点击数字人来测试其他的虚拟主播。你好，很高兴遇见你。现在将所有的字幕都圈选起来，点击数字人，再选择这个穿着比较休闲的人当主播。很高兴遇见你。点击添加数字人，等待渲染完成后，我们播放看看成果。让我们先来看看这4天3夜的行程规划吧。点击数字人形象，这里有一个景别功能，可以分别选择远景、中景、近景、特写的画面，还可以改变位置与大小。我打算在片头及片尾将主播放大，并放在画面的中央，所以我要将主播的视频分割成几个片段，分别做不同的设定。片头及片尾的主播设定为远景，中间的段落我将主播改成中景，放置在画面的右侧，再将它缩小一点点。有的画面我们可以将主播隐藏起来，方法就是将透明度降到0。因为如果删除主播画面的话，语音也会跟着被删除。以上就是这一集介绍的剪映智能写文案，在文案内如何简体转繁体，以及虚拟主播的数字人功能。最后，我们一起来观看黄山的旅游介绍。接下来，我将为您规划一份从上海出发，搭乘高铁到达黄山4天3夜的旅行攻略。让我们先来看看这4天3夜的行程规划吧。第1天，抵达黄山。早上从上海虹桥站出发，搭乘高铁直达黄山北站，约3小时。到达黄山后，建议您先前往饭店办理入住手续，然后可以先休息一下，养精蓄锐，为了接下来4天的旅行做好准备。第2天，美景欣赏。早上睡到自然醒，吃完早餐后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，选择去游览黄山最有名的景点：莲花峰、光明顶、天都峰、莫高峰。这些地方都非常值得一去，您可以一边欣赏美景，一边感受黄山的壮丽景色。中午建议您在山上用餐，可以选择一些当地特色美食，如黄山炖鸡、野生肉干、野生豆腐等，让您的味蕾也能享受到黄山的美味。下午您可以搭乘缆车前往玉屏楼，欣赏黄山著名的玉屏晚霞，这里是拍摄黄山夕阳的最佳地点。黄山的云海奇松怪石也是这4天行程中令人叹为观止的。第3天，游览西海大峡谷。早上前往西海大峡谷，这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，峡谷内充满了生机，风光旖旎。您可以选择徒步或搭乘缆车前往，在路上可以欣赏到黄山云海、奇松怪石等美景。中午建议您在景点的餐厅用餐，品尝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。下午您可以继续游览西海大峡谷，欣赏到更壮观的美景。第4天，返回黄山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，选择游览其他景点，如西递宏村等。下午您可以前往饭店休息，养精蓄锐，为接下来的1天做好准备。晚上您可以前往黄山市区，品尝当地的美食，如黄山烤鸭、黄山毛豆、黄山炖鸡等，欣赏黄山的夜景。最后提醒您的是，一定要提前预订好房间和交通工具，以方便您的旅行。同时，由于黄山海拔较高，建议患有高血压、心脏病等疾病的游客谨慎选择旅行日期和行程。
希望这份4天3夜的黄山旅行攻略能帮助您，让您能够在黄山的美景中尽情享受，留下美好的回忆。